各位原有周有购学长，如有捷报哇学弟，依旧预算充足的大学新生，还在持续观望的富贵老板，以及长时间枪战游戏的天堂用户们，大家好，我是祭司，幸会。说实话，这期双11鼠标推荐做的有点早，绝对不是因为从9月开学季拖到现在啊，主要是我怕双11厂商给的太多了，我把持不住，所以在他们成功诱惑我之前，把这期视频做了出来，并且现在大部分产品都有国补，如果是600价位以下的鼠标，基本可以直接购买，和双11的价格差不了太多啊，绝对不是9月偷懒鸽子了，大伙也不要再催什么开学季鼠标合集了。那么这一次的合集还是按照惯例，价格从低到高排列，视频进度以及链接也会放到评论区和橱窗，省去各位观众大跌的时间。那么事不宜迟，咱们点个关注，马上开始。100元以下第一位，红龙 G49。那么这款鼠标的售价是39到199，重量在43到49克，有黑白粉红4种配色可选。39元技术管搭载原相3113传感器，博通主控，仅支持有线连接，重量在44克左右。高配版搭载原相3395传感器，诺提克主控，支持3模连接，无线 4K 回报率，搭载400毫安时电池，重量在49克左右。鼠标三维，长121，宽64.3，高38毫米。外壳是类肤的手感，滚轮的阻尼感很软，按压手感很硬。我的手长11.5厘米，算是中小手的范围。1/2的握法抛状态下，鼠标对我掌部的支撑主要是集中在食指与中指的掌铁绳带以及大鱼际这边，掌心中心偏下的位置也会有一点空出来的感觉。鼠标两侧有做明显的收腰，横握点在53毫米左右，比较适合中大手的抓握以及小手的趴握。售后方面，红龙这边的售后政策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1年质保，先修后换，运费 AA。那么这款鼠标的优势非常明显，39块钱让你体验43克的轻量化，原相3113传感器，1K 回报率1万的 DPI。性能足够胜任日常办公以及中度游戏，做工质量包括微动声音与手感都是非常 OK 的。想要集结重度游戏也有3995传感器 4K 回报率的高配版，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39以及59的版本，性价比真的无敌。至于100价位段和200价位段的，我只能说还有高手。缺点就是滚轮的手感比较怪，鼠标外壳的横膜线太明显了，甚至有点容易藏灰。高斯 FLX1。那么这款鼠标的售价是69到109，重量在76克左右，有黑白橙3种配色可选。69元技术管搭载原相3311传感器，FR2012的主控。109 BK 版搭载原相3395传感器，博通3633主控，支持有线无线双2K 回报率，400毫安时电池，40小时左右的续航。鼠标三维，长126.5，宽64，高40毫米。滚轮的阻尼感偏软，按压手感偏硬，比较经典的类狗皮王模具，不过它的重量比狗皮王要多个10几克，手感上会更加厚实。售后方面，高斯这边的售后政策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15天内质量问题包邮维修，1年质保，邮费 AA。那么这款鼠标最大的优势就是109块钱3395传感器，并且还支持双2K 回报率，甚至网页驱动。就纯性能这一块，我只能说这个价位断档领先，并且它底部的这2个大脚贴用着也挺舒服。但是这款产品它有2个比较严重的缺点，一个是博通主控续航一般，只有40小时续航，并且它鼠标底部做的这个环绕灯带开启之后续航更短。不过它也可以在驱动里边关闭，问题倒也不算大。另一个缺点就是这款鼠标它摇晃有异响啊，我就比较纳闷，这怎么还能有异响？但是这个配置加上这个价格，这款鼠标不拿出来聊聊又感觉很可惜，所以我就把这鼠标全部拆了。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异响单纯就是鼠标底部的这个3模切换开关和 DPI 按键没有做限位，如果你把这2个按键按住再摇晃就没有异响，实际使用起来也是没有异响的，你必须要把鼠标拿起来大范围摇晃才会有。虽然这某宝用户评价里完全没有人提到这个缺点，但万一有人就是接受不了，咱们这里还是着重提一下 ATK 蜻蜓 A9。那么这款鼠标售价是89到329，重量在53到57克，有黑白红3种配色可选。89元 S1 版搭载原相3311传感器，海思星闪的主控，支持3模连接，有线无线双 1K 回报率，500毫安时电池，最高续航来到了120小时。39元顶配版搭载原相3950U 传感器，诺迪克52840主控，支持有线无线双8K 回报率，500毫安时电池，续航最高可达150小时。鼠标三维，长125，宽64，高40毫米。外
壳是类肤的手感，滚轮的阻尼感偏软，按压手感偏硬一点点。1.2的握法抛状态下，鼠标对我掌部的支撑主要是在中指、掌茧和韧带以及掌心偏下一点的位置。外壳模具和狗屁王几乎可以说得上是1:1复刻，好听点叫致敬，难听点就是抄。但是不得不说，狗屁王这款模具的泛用性是真的高，中大手的指握、抓握、趴握都能用。售后方面 ，ATK 这边的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换、15天内只换不修以及1年的包邮质保。这款鼠标的优点就是把狗屁王的模具价格压到了100元以内，并且它也是少数100元就能够支持网页驱动的鼠标。性价比的话，其实也就是正常这个价格的基础配置，主要的竞争力还是模具以及驱动部分。缺点的话就是这个鼠标的滚轮设计真的很一尖，就露出一小半，大半的滚轮都藏在鼠标里边，说实话有点抽象。加上 ATK 的品控确实是一般啊，当然一些牌子比它还差。各位观众能够把那个品牌的名字打在弹幕上吗？这可是非常稀有的互动环节。英菲克英9。那么这款鼠标的售价是99到399，重量在92到103克左右，有黑、白灰、白蓝3种配色，并且有静音的版本可选。99元基础款搭载原相3325传感器，泰林微主控，支持有线无线双 1K 回报率，500毫安时电池，重量在92克左右。39元顶配版搭载原相3950传感器，英菲克定制 950B 主控，支持有线 1K 无线 8K 回报率，800毫安时电池，重量在103克左右。鼠标的三维长129，宽78，高42毫米。外壳是卸磨砂的手感，滚轮的阻尼感适中，按压手感适中。1.2的握法抛状态下，鼠标对我掌部的支撑主要是在食指与中指、掌茧韧带到大鱼际这半边的手掌，非常经典的 G50R 模具。售后方面，英菲克这边的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货，这样问题15天内包邮换新以及1年质保，邮费 AA。那么这款鼠标的优点在于选择面很广，有清脆微动的版本，有静音微动的版本，甚至还有带震动的版本。虽然不防水，但想要性能提升，也有 Pro 版和 Ultra 版，甚至顶配版还给你整了点活，磁吸透明后盖，鼠标的背部还带一个 OLED 小屏幕以及震动马达，可以在驱动中设置按压时震动。有一说一，有点玩手柄的感觉，还是挺新奇的。缺点的话，我个人是觉得英菲克少了个网页驱动，并且配色这一块确实比较单调。如果说颜色选择能够再多一点就好。哦，对了，如果你要买静音的版本，一定要提前问一下客服，不然容易发错。接下来100元价位，潜行者 S9。那么这款鼠标的售价是149的329，重量在63克左右，有黑、白、紫、绿、红、银6种配色可选。149元基础款搭载原相3395传感器，盘起微主控，支持有线无线双 1K 回报率，650 IPS 追踪速率，50G 加速度。39元顶配版搭载原相3950传感器，原相2862主控，支持有线无线双 8K 回报率，750 IPS 追踪速率，50G 加速度。鼠标三维长127，宽64.8，高40.5毫米。外壳是类肤的手感，滚轮的阻尼感偏软，按压手感适中。1.2的握法抛状态下，鼠标对我掌部的支撑主要是在食指与中指、掌茧和韧带到大鱼际这边，小鱼际稍微用力也能感受到一定的支撑感。非常经典的独亏 V3 Pro 的模具啊，鼠标的横握点在57毫米左右，比较适合中大手抓握、趴握以及半抓趴。售后方面，潜行者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换，这样问题1个月内包邮售后，3个月内邮费 AA 以及1年质保。那么这款鼠标优点是非常明显，潜行者在质感这一块确实是一众类独亏模具里边观感最好，尤其是赤焰红、鹦鹉绿以及金属银。就质感这一块，现在基本上是御三家之下没有对手，并且149的基础款也是有货的。缺点的话，之前没有网页驱动，不过现在潜行者的网页驱动也都整上了，基本上没什么大毛病。漫步者 G3M Pro。那么这款鼠标的售价是179到199，重量在58到66克，有黑、白、蓝、粉、泛透红5种配色可选。199元基础款搭载原相3395传感器，维盛的主控，支持有线无线双 1K 回报率，最高70小时续航，重量在63克左右。199元升级款搭载原相3395传感器，降蒙 PK3633的主控，支持有线无线双 1K 回报率，最高续航144小时，重量在58克左右。G3M Pro 和 G3M Pro 升级款除了主控、续航、重量
象不同之外，模具也有比较大的改变。G3M Pro 的三维长118，宽61，高36.8毫米，更适合中小手的抓握与指握。而 G3M Pro 升级款的三维则是长122，宽62，高39毫米，更适合中大手的抓握与趴握。售后方面，漫步者这边的售后政策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这样问题15天内换货以及1年的质保邮费 AA。那这款鼠标的优点就是它的静音微动是专门找华诺定制的微动，静音效果这一块确实没得说，变游戏微动和静音微动转换起来也确实方便，只需要搬动底部按键就可以互相转换。第二个优点就是续航这一块确实还挺不错的，144小时续航，出门办公高强度2周都没什么问题。缺点的话就是主控稍微差点意，雷博 VT2。那么这款鼠标售价是199到329，重量在53克左右，有黑白黄粉紫红6种配色可选。199元技术感搭载高低版3995传感器，诺迪克54系列主控，支持有线无线双8K 回报率，800毫安时电池，500小时续航。329元底配版搭载原相3950U 传感器，诺迪克54系列主控，支持有线无线双8K 回报率，800毫安时电池，500小时续航。鼠标长126，宽63，高40毫米，滚轮的阻尼感有点肉，按压手感适中，非常经典的狗皮万金油模具。售后方面，雷博这边的售后政策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60天内直接换新，以及1年的质保维修。这款鼠标的优点可以说是非常明显。首先，首发搭载诺迪克54L新主控，200价位双8K 回报率，性能这一块和其他200价位的鼠标相比，可以说是断档领先。包括它的续航，1K 回报率下500小时续航，8K 回报率下还有100小时续航，并且它的2.4 双踏盖还可以购买官方的无线充电模块，从而支持底座以及无线充底盘的无线充电，并且网页驱动雷博这一代也是直接跟进上了。200价位和300价位的版本我都推荐，因为同价位纯性能来说，暂时没有比雷博更好的选择。缺点的话就是这款鼠标的质感确实一般啊。阿斯顿 G04 Ultra。那么这款鼠标的售价是199到379，重量在58克左右，有白、粉、红3种配色可选。199技术感搭载3995传感器，星闪旗舰主控；379元底配版搭载3950传感器，星闪旗舰主控，600毫安时电池，100小时续航。鼠标长118.5，宽65.4，高40.1毫米，滚轮的阻尼感适中，按压手感偏硬，非常经典的类卓威 EC3 的模具。122的握法，抛状态下，鼠标对我掌部的支撑主要是在大鱼际这边以及食指掌茧横韧带这一块，比较适合中手的抓握。售后方面，阿斯顿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1年质保。那么这款鼠标的优点在于，阿斯顿这个品牌是上市公司奥尼的子公司，老板也是奥尼老板家的二公子，所以他们对供应链的要求基本都是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来的，相对来说品控会好一点。不过就产品而言，阿斯顿 G04 Ultra 只能说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水桶产品，没什么毛病，但也没什么特别明显的优势。ATK 裂空 X1。那么这款鼠标的售价是199到329，不知道为什么，我看某宝这边暂时只有 Pro 和 Ultra 的版本，加上100亿补贴，价格来到了254到279，重量在55克左右，目前就黑白2个版本有货。254元 Pro 版搭载原相3950传感器，诺迪克52840主控；268元 Ultra 版搭载3950 Ultra 传感器，诺迪克52840主控，500毫安时电池，150小时续航。鼠标长127，宽64，高40毫米，滚轮的阻尼感适中，按压手感适中，非常经典的类独魁 V3 Pro 的模具。不过手感和前行者 S9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裂空叉1的重量比 S9 要轻上不少，手感上的区别还是挺大的。售后方面 ，ATK 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1年质保。那么这款鼠标的优点在于 ATK 裂空叉1的驱动确实是类独魁鼠标里边做的最简洁的，加上这波某宝的100亿补贴，3950传感器的版本价格来到了250多块钱，性价比这一块确实是没话说。类独魁模具我感觉现在其实选择还挺明显的，要质感潜行者 S9， 要驱动你就裂空叉1，如果说要性能以及续航的话就雷博 VT7， 但严格意义上来说 VT7 和独魁的模具差的比较远，但他们家自称是类独魁。赛洛斯 V6。
那么这款鼠标的售价是322，重量在40克左右，暂不支持国补，有黑白蓝3种配色可选。前期搭载原相3750传感器，诺迪克52840的主控，支持有线 1K 无线 8K 的回报率，250毫安时电池，续航最高可达70小时。鼠标三维，长119，宽61，高40毫米。外壳是内附的手感，滚轮的刻度感适中，按压手感偏硬一点。1.2的握法，抛状态下，鼠标对我掌部的支撑主要是在食指与中指的掌显绳带到大鱼际这边，掌心和小鱼际这边的感觉空出来啊，非常经典的 HTS 模具啊。鼠标的横握点在55毫米左右，比较适合中小手的抓握。收方面，赛洛斯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货，质量问题1个月内包邮换新，1年质保邮费 AA。那么这款鼠标的优点在于它的鼠标重量控制的非常好，40克左右的重量，再搭配上 HTS 模具，内扣式抓握的手感就非常舒适。第二个点就是他们家的涂层手感确实不赖。那么第三个点就是它的包装真的很适合拿来送人啊。缺点的话，我觉得是续航这一块确实差点意思。态度 TSG 908。那么这款鼠标的售价是399，重量在109克左右，搭载原相3950传感器以及诺迪克52840主控，支持有线无线双 8K 回报率，1000毫安时电池，续航能够达到200小时左右。鼠标三维，长120，宽78.5，高50毫米。它外壳是非常特别的磁吸外壳，你可以自由更换蜂窝后盖以及普通后盖。滚轮的阻尼感偏软，按压手感偏硬。手感上这款鼠标的左右坡度很明显，所以用起来还是比较特别的。虽然也是人体工学鼠标和手掌的贴合度不错，但手感上更趋向于垂直鼠标的手感，非常奇特。售后方面，态度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换，1年质保，并且附带运费险。之前一直有观众问我有没有合适的多侧键鼠标，这次给你整来了。这款鼠标可玩性相当高，因为它不仅可以多侧键，还可以把它的磁吸侧板拆卸更换变成一个正常的鼠标，而且拆装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相当适合喜欢 DIY 的玩家。鼠标整体有16个键位，不管你是鼠标红还是日常办公都完全没有问题，整体的配置也还 OK， 算是当下比较主流的旗舰配置。当然缺点也是有的，首先109克的重量肯定会有一部分用户刚开始用不太习惯。第二个点就是态度的驱动优化空间真的还挺大 ，ATK 鸭嘴兽。那么这款鼠标售价是499，重量在48克左右，搭载原相3950 Ultra 传感器，诺迪克54H 主控，支持有线无线双 8K 回报率，500毫安时电池，续航在150小时左右。鼠标三维，长118，宽62.5，高37.4毫米，横握点在55毫米左右，滚轮的阻尼感适中，按压手感适中。那么这是 ATK 的原创模具，也是 ATK 鼠标从下笔到高端的第一次冲锋。后高背、宽臀、窄腰的设计，让它的抓握体验非常的舒适，并且它和 XM 模具也不太一样，它的背高会更靠后一点，并且臀部也没有 XM 模具那么翘。XM 模具主要是顶大鱼际，鸭嘴兽的手感则是更顶掌中心一点。个人比较推荐中小手喜欢抓握指握的玩家购买。售后方面 ，ATK 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货，1年质保，并且这款鼠标的优点，首先原创模具我们是非常鼓励的，并且它的这个抓握和指握的手感也确实不差。第二个优点，鸭嘴兽是目前除雷蛇之外第一个搭载诺迪克54H 主控的鼠标。就纯性能而言，雷博和 ATK 是暂时领先其他国产鼠标。缺点的话，我个人觉得这款鼠标的完成度还是很高的，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蓝族玛雅 X。那么这款鼠标的售价是799，重量在47克左右，有黑白粉紫青5种配色可选。全系搭载原相3950传感器，诺迪克52840主控，支持有线 1K 无线 8K 回报率，750 IPS 追踪速率，50G 加速度，3万的 DPI， 搭载250毫安时电池，最高续航70小时左右。鼠标三维，长124，宽64，高40毫米，外壳是内附的手感，抗打油的效果还不错。滚轮的刻度感适中，按压手感偏硬。那么这款鼠标说实话也是非常的万金油。尤其是中大手趴握，鼠标对掌部的贴合感很大，并且很柔，指握抓握也没有问题。售后方面，蓝族这边的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货，这样问题1个月内包邮换修，1年质保，邮费 AA。那么这款鼠标的优点，首先原创模具，并且蓝族还是少数几个纯血国产还上了职业赛场的鼠标，手感这一块确实不赖。本色的版本颜值也很 OK， 缺点的话我只能说续航这一块确实是有待加强。ROG 月刃2 RGB。
款鼠标售价是739，重量在65克左右，有黑白两种配色可选，全系搭载 M.Point Pro 传感器，诺迪克52840的主控，支持有线无线双 8K 回报率，42000的 DPI，750 IPS 追踪速率，113小时的续航。主要三维，长121，宽67，高42毫米。外壳是类肤的手感，不过按键盖板是细磨砂的手感。滚轮的阻尼感适中，按压手感适中，不过滚轮的位置比较靠后。122的握法抛装一下，鼠标对我掌部的支撑其实主要还是贴合感，不过相对的大鱼际这边的支撑感会更明显一些。鼠标的横握点在57.2毫米左右，比较适合中手的内扣式抓握。售后方面 ，ROG 这边的售后政策，参与国补的产品暂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这样问题1年内直接换新，2年质保。那么这款鼠标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它支持3角机械微动以及5角光微动的热插拔。第二个优点是，相较于其他 ROG 鼠标，它支持奥创网页驱动，对于 ROG 来说神一般的提升后。第三个优点是 ROG 的 RGB 灯效确实不赖，不管是质感还是观感，在鼠标这个领域都是非常顶尖的啊。缺点的话就是灯效是拿续航换的，日常肯定是关灯使用占大多数，当然如果你有及时充电的习惯，那就当我没说啊。还有就是这个滚轮的位置太靠后了，个人不是很喜欢。罗技狗屁王3。那么这款鼠标售价是799，重量在60克左右，有黑白红粉4种配色可选，搭载 Hero 2代传感器，诺迪克52833主控，支持有线无线双 8K 回报率，888 IPS 追踪速率，88G 加速度，44000的 DPI，95小时续航。主要三维，长125，宽63.5，高40毫米。外壳是类肤的手感，滚轮的阻尼感适中，按压手感偏硬一点。那么这款鼠标就是业内公认的万金油神鼠。122的握法抛转一下，鼠标对我掌部的支撑主要是在食指与中指、掌起横带以及掌心这一块，掌心的停手感很强，鼠标的横握点在58.5毫米左右，基本上中大手的指握、抓握、趴握都能使用，甚至中小手的抓握与趴握也是没有问题。售后方面，罗技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2年质保，而且罗技这边售后政策一般都是以换代修啊，但是这个售后也是分地方，部分地区的售后质检会相对严格一些。那么这款鼠标的优点，首先是无数类狗屁王模具的源头。今天讲道理，狗屁王3的直面参数可以说是目前除蝰蛇 V4 之外最强的那一个，甚至比独魁 V3 还强上一线啊！就是可惜罗技天天摆烂啊，中国代理摆烂也就算了，罗技自己这2年更新也挺摆。主要这一块主流的高端市场目前来说还是大雷比较权威，雷蛇独魁 V3 Pro。那么这款鼠标的售价是1299，重量是55克，有黑白、暗红、鲜红、宝可梦联名5种配色可选，搭载 Fox 2代传感器，诺迪克52840的主控，支持有线无线双 8K 回报率，750 IPS 追踪速率，70G 加速度，306毫安时电池，续航最高在95小时左右。鼠标三维，长127，宽64，高40毫米。外壳是那种类肤的手感，滚轮阻尼感适中，按压手感适中，类独魁 V3P 模具的源头。122的握法抛装一下，鼠标对我掌部的支撑主要是在食指与中指、掌浅横韧带以及大鱼际这边，小鱼际收紧的话也能够感受到一定的支撑。鼠标的横握点在56毫米左右，比较适合中大手的抓握、趴握以及半抓趴。售后方面，雷蛇这边售后政策暂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不过质保2年。那么这款鼠标无需多言啊，24年最强鼠皇，这一次的双11应该也会有打折，毕竟蝰蛇 V4 已经出了，加上国补最帅的联名版也到了1121的价格，如果打折够狠的话，那么这一次的双11可能会是最好的入手时机。雷蛇蝰蛇 V4 Pro。那么这款鼠标售价是1399，重量在56克左右。作为2025年鼠皇的它，现在的活动价就已经来到了1189，有黑白2种配色可选，搭载第2代 Fox Pro 45K 传感器，诺迪克54H20主控，支持45000 DPI， 900 IPS 追踪速率，85G 加速度，续航时间在150小时左右，纸面参数最强的一级。独占，有一说一，独占还不赢啊！鼠标的三维，长128，宽68，高44毫米。外壳这一次终于是上了涂层，不过整体的手感和蝰蛇 V3 差不多。121的握法抛转一下，基本上鼠标能够撑起整个掌部的贴合感，并且食指掌茧横韧带的支撑感也非常足，比较经典的人体工学鼠模具，非常适合中大手的趴握与半抓趴。售后方面，雷蛇这边的售后政策暂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不过质保2年。那么这款鼠标性能这一块无需
多言。2025年最强属黄的指标参数确实是遥遥领先啊，并且蝰蛇 V4自带 8K 接收器也比往年加钱购买来的更有诚意。雷蛇的驱动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你可以设置日常 1K 游戏 8K， 然后开游戏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给你切换成 8K 回报率，还是非常方便。缺点的话那就只有性价比不高，但这也不算是它的缺点。那么好的，我是祭司，咱们这期视频说实话相比起往期合集时长没有那么高，这一次主要是去掉一些没那么有意思的产品，加上一些平台的投稿它不支持30分钟以上的视频绝对不是因为我偷懒。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也请不要忘了点个关注，拜托了，真的对我非常重要。那么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